前两天不是有個墨魚被我養死了嗎？我把它凍起來了，然後打算等這個鸚鵡長大之後，把這個墨魚骨取出來，給這個鳥磨牙補鈣用。這事兒自打他知道以後吧，他好像飄了。以前他吃飯是這樣式的，現在他吃飯，你把高興的這個情緒表現的真是開懷大笑，笑口常開，含笑九泉的。我死個墨魚，你這麼高興好嗎？不過我運氣不錯，又搞到了幾隻墨魚，其中一隻還會噴墨。這噴墨的小子，我不要了，我拿別的。不敢要啊！那隻整回來了，到我家金剛啪嚓一噴墨，又該像以前那個似的了。一缸墨，水系統直接崩潰。我現在用的還是套缸，他一噴墨，那真是一樁含笑九泉、株連九族的灭門慘案呐！這幾個墨魚現在還在漁場，讓他幫我養2天再發，穩定穩定。高興吧？你又有備用的墨魚骨了。哎呀，你未來的路我給你鋪的是明明白白，但你長得也太慢了，多大了，到現在還不會飛。我有時候真懷疑。喂，门快，我的牆！哎呀媽呀！死狗的奔着墙飛幹啥？你一頭撞死了，那墨魚骨我給誰呀？你回窩待着吧，太嚇人了。這咋就要吐沫了呢？我心心念念的墨魚終於到了，激動的心，顫抖的手，打開箱子瞅一瞅。墨魚這玩意兒最怕的就是運輸過程中受驚嚇吐沫，墨會壞水，然後就容易缺氧而死。只要它沒吐沫，它就是我眼花嗎？這俩袋兒怎麼好像不一個色兒呢？噴墨了嗎？這不？哎，還行，活着呢！趕緊撈出來，給它放旁邊那個袋裡，跟那只墨魚一起過溫過水，適應水之後就可以入缸了。小樣命還挺大，運輸的時候噴墨居然還活着。你咋還有墨呢？趕緊換袋！不是，俩袋都有墨。不過這麼個小玩意兒是怎麼存這麼多墨的？不是，現在不是好奇這個的時候，直接入缸。不行啊，沒適應水質扔缸裡會死啊！完了，這下徹底亂了。還好我剛才临危不亂，趁墨還沒有散開的時候，把墨最濃的那部分水倒出去了。過溫過水也完成，入缸。墨魚這東西的變色能力真的很強，你看石頭邊上這個墨魚就是深色的，沙子裡面的這只就是白色的，而且它的觸手居然像腿一樣能走路，你看這個小短腿的樣子。這次啊，我有十足的信心能把它們養活，畢竟吐了2次墨還活着的墨魚，這命得多硬啊！這樣式的我再養不活，我就生吞鯡魚罐頭。我家新到的墨魚莫名其妙屁股上少塊肉，還有我之前養死的那只也是如此啊。最近這2天我就搁這嘎达尋思，到底因為點啥？突然之間讓我想到了，這個缸原來是養海鳗的。我放了一種叫六线龙的特別愛鑽沙的小魚兒，給這個海鳗處理寄生蟲。後來那個海鳗插上了夢想的翅膀，飛上天堂之後，我把這個六線龍給忘了，肯定是他偷摸給墨魚屁股啃了。看我把它給挖出來！這六線龍啊，我就見着過它入缸那一面，之後就再也沒見到過。但是我確定它肯定在沙子裡，咱們得慢慢挖，別給墨魚嚇得噴墨。哎，就是這小子！半夜黑燈瞎火偷摸啃墨魚屁股的罪魁禍首，我得速戰速決，要不然一會兒又鑽沙子裡了。媽，看不清！哎，出來了，就是他，害得大家以為墨魚是我養死的。把它丟進缸裡餵鯊魚，好像是有點殘忍了，不過死罪可免，活罪難逃。給它扔小鯊魚缸裡吧，咋說也是個鯊魚呢。哎，你看這玩意兒又沒了。這回能洗清我的冤屈了吧？這墨魚啊，雖然已經凍成冰塊了，它真不是我養死的呀！別冤枉我了啊！我真是海洋福音我。另外，我一直覺得我家鸚鵡真是又乖又可愛。哎，直到有一天，它当我面薅我金链子。当时的我依舊覺得它很可愛，但是接下來我就聽着了咔吧一聲，它給我薅折了。有誰要養鸚鵡的嗎？能分金斷石的那種。我家章魚之前預測世界杯，在代表德國的盒子裡面抓了2個食物，
結果德國1-2輸給日本。大哥，我是讓你預測誰贏，沒讓你預測贏那人得幾分啊！這一下不知道坑了多少人，天台上的風應該挺大的吧？給你個一雪前恥的機會啊！25號那場加納對葡萄牙，你也給我預測一下。保羅同款道具我都準備好了，然後經過了我對他持續3天的魔鬼訓練，最後他終於還是没學會怎麼開這個蓋。太笨了，人家保羅一下就打開了，我本來還想給你起名叫保羅呢，你這樣的，你叫张狗蛋吧，贱名好养嘛，太笨了。这期视頻我要用別的動物來預測。我國古代自古以來就有用龜殼占卜的習俗，咱今天把這個龜翻過來，然後轉圈，停下的時候頭朝上誰就贏。我的屁骨頭好像给我干裂紋了，不行，換一個預測吧。我國古代也沒有這麼狠的龜呀，就用雀尾螳螂蝦來預測吧。這個淺色背後帶花紋的螃蟹代表加納，這個深色沒花紋的代表葡萄牙。放一塊對比還是很好區分的，吃哪個螃蟹就代表哪個球隊會贏啊！來選吧。哎，上來先把加納螃蟹給打殘了，然後就開始猛攻葡萄牙螃蟹，這說明什麼？上半場加納贏，下半场葡萄牙取得最終勝利。哎，他又出來打加納螃蟹了，這說明最終的勝利還是屬於加納的。他就是虛晃一槍，看來最終的勝利還是屬於葡萄牙。你又出來聊什麼閒？你跟那嘎达聊着傻小子呢？確定了，他最後拖進洞裡的還是代表葡萄牙的螃蟹。應該是這場比賽剛開始，加納會有一個小小的領先，接着葡萄牙一路反超，然後險勝加納取得最終勝利。昨天我說這倆新到的墨魚，如果我沒養活的話，我就吃鲱魚罐頭。結果今天早上上魚缸前頭一瞅，他倆就是妹子，老感動了。餵個螃蟹，這我不得謝過2位大哥努力活着，沒讓我吃當鲱魚罐頭嗎？這螃蟹他倆都不能吃，墨魚這玩意兒開吃老費勁了。我之前養過那麼多墨魚，怎麼就你開食了呢？熬出頭了吧？這不想我養了這麼多墨魚，有噴墨自盡的，有被海螺給咬死的，還有一個下缸2點就沒了的，終於有一個開食了，太不容易了。主要是我不用吃鲱魚罐頭了。來你個快遞，你是不是又買寵物了？這麼小個盒能放寵物嗎？蘋果14，你不是準備換手機嗎？這左下角遊戲免費送的。玩遊戲還給你送手機？一瞅你就不看我視頻，左下角遊戲送蘋果14說好多回了，登錄遊戲就有機會領手机，好多粉絲都搞到了。真有啊，我也領一個唄。簡單的很，你從左下角下載遊戲，然後進入遊戲首頁，在那兒就能領手機。我这就下一個。哎呦，我突然發現個事兒，他怎麼屁股少塊肉呢？跟之前被海螺咬死的那只一模一樣。可是這只海螺在墨魚入缸之前，我就給拿別的缸裡養了呀。墨魚這玩意兒應該沒有互相攻擊的習慣呢？難道說這缸裡還有我看不見的愛啃墨魚屁股的東西活着？我家這個長得極度像章魚保羅的張狗蛋，之前預測世界杯結果頭一回就預測錯了，而這個螳螂蝦連比賽細節都能完美的預測出來。今天讓他倆 PK 一下，看誰準。德國對西班牙這場，後背有花紋的螃蟹代表德國，沒花紋的代表西班牙。先讓螳螂蝦上場，你覺得哪個隊會贏，你就吃哪個隊的螃蟹啊？這啥意思呢？一動不動。德國的螃蟹主動選擇了找死，然後一電炮讓人給悶回來了，不科學呀！平時視螃蟹如命的螳螂蝦，今天預測居然無動於衷，我是看不懂了。你們覺得他是啥意思呢？還是讓張狗蛋試一下吧，看看這次他能不能一雪前恥。盒子上的 D 還是代表德國， R 代表西班牙，請鑽進你覺得會贏的那個隊的盒子裡吃螃蟹。上次他毅然決然地選擇了德國，然後德國就輸給日本。反正如果我是他，我這回打死我也不帶選德國的。但是為什麼你又選擇了德国呀？你是德國隊的球迷吧你啊？上次就是因為你選的德國，然後我相信你啊，然後我不就上天台吹風去了嗎？給我凍得大鼻涕浪叽的，現在還沒好，你還選德國？德國就德國吧。
西班牙这個螃蟹你沒選，你倒給我呀！你搶啥？就你勁兒大，你除了勁兒大，你還呼呼呼！這還會噴水，齁死我了！我去！我居然弄到一條抱卵的藍環章魚！哎呀媽呀，老得勁兒了！前兩天我不倒了個藍環章魚嗎？那當時給擬態章魚嚇得蜷縮在角落一動不敢動。但是今天我發現他倆好像處上對象了。我不知道章魚處對象會有什麼肢體語言啊，但是就他倆這小腰一摟，我要是個單身狗，這會兒我都得研究給他倆做成刺身。這小腰摟的太氣人了。明天把你倆家長叫來，全港通報，點名批評記大過。另外，我這今天新到了個好玩啊，特別難得的抱卵的藍環章魚。想想不久的將來以後，它們全部孵化成功，我家到時候就有幾百隻藍環章魚。想想怎麼還感覺有點害怕呢？不過我估計你們也不信我能孵出來。沒事兒，我左下角詳情頁還有100血蛋的禮包，我每天都去練練，順便領福利。畢竟每孵出一隻5星異獸就能領孵化福利，不喜歡吞噬掉還能進階，每升1級又能領進階福利。反正我是咋的也不吃虧，就我這3天集齐648種异兽的能力，孵化你一隻小小的蓝環章魚，那不手拿把槍嗎？現在就是說，這個缸裡現在是有1匹擬態章魚和2頭藍環章魚啊，一頭抱卵，一頭沒抱卵。剛才我冷靜了一下，這藍環章魚要是沒孵出來還好，真孵出來的話，我家就有100多隻藍環章魚了。啊，到時候他們再集體越個獄。那我不又得搬家了嗎？那這卵你們覺得我是孵比較好呢，還是把它們扼殺在搖籃當中比較好？你說我閒着没事整這玩意兒幹啥？我今天必須收拾這小鸚鵡，就我手上沒有奶粉，它不認識我。而且別的鸚鵡像它這麼大都徹底斷奶，它還跟個小 baby 一樣就喝奶粉。斷奶糧放面前不吃，哎，踩着玩兒。但是我總結了一下，應該是没有人教他這個東西是吃的，在他眼裡只有這個餵食器的形狀，這裡面才是吃的。所以我決定找個鳥來教他。經歷了我栩栩如生的教導之後，他應該知道這個東西是能吃的了吧？What the fuck？ 鳥的問題解決了，草的問題又來了。我養的這堆食蟲植物，那是一天比一天枯萎。我百思不得其解，直到剛才我的腦袋撞到盤子那一刻，我突然就想明白了。現在是冬天，家裡幾乎沒啥蟲子，食虫植物没有養分來源吶，所以那就只能抓蒼蠅餵它們了。這一個蒼蠅我找了2點我才找着，不能讓它跑了。哎，抓到了，那就對不起了。5、15、20、2億沒有。這蒼蠅好悬，没跟着我的肩胛骨一起晃碎。咋不吃呢？死了？這反應速度，你能抓着啥活蟲子？誰家有死蒼蠅跟我說一聲，我要。今天到了一個集神奇與詭異於一體的生物，外表看似平平無奇，仿佛盤踞在斑駁的城門旁邊的那塊老樹根。石板上回盪的是在等啊！但是，一旦你給它入缸之後，你會發現這盤老樹根居然在動。這一盤仿佛海中微景觀森林的生物叫蟒蛇尾啊，跟海星是近親。當你把它看作是海中的微景森林的時候，你會覺得神奇而又神聖。可是當你知道了它是一個渾身長滿觸手的動物之後，有沒有瞬間覺得好詭異？我現在拍視頻，我後背都是涼的，我就有一種感覺，就是小倩她老進我這缸，但是加速鏡頭下的她卻是這樣的，像一棵海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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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隨波飄搖，海草。看完它以後，我再看我截角手工產蛋盒裡面的苔蘚，我感覺苔蘚都好像會動。這個視頻是上個月拍的，當時我的截角手工榮幸的產下了2個蛋，但是有一個蛋吧，就是顏色發黃，外殼還稀囊過的。這個蛋就是運氣好了能孵出來小手工，運氣不好的話應該就長毛了。然後我今天一看啊，皇天不負苦心人，它終於長毛了，廢了。
更要命的是，看完矿蛇尾之后，我感觉这个蛋上的毛都在动。爱吃毛蛋的吱个声啊，白给。嘿，他要进攻了。我去，这玩意儿吃东西太帅了！今儿新到了点活食，我要给这个墨鱼缸简单造个景。咋样？有没有点小珊瑚礁的感觉？咱再给墨魚餵個螃蟹。墨魚這種伏擊型獵手，性格非常小心謹慎，但是它的攻擊速度非常之快，有如餓虎撲食、餓狗強食、餓狼。哥，你是不是不餓呀？那螃蟹沒有危險，你也太謹慎了。要麼下回我煮熟了，我再扔你缸裡。不吃人家還衝人家吐舌頭，你能不能有點正心？你屬變色龍的嗎？哦，怪不得我之前養死的墨魚嘴裡面都有2個大舌頭，原來是幹這個用的。這頓剩的活食渣裡面小生命不少呢，看小螃蟹、小寄居蟹，這還有個小蝦爬子。嘿，它的前肢跟我家螳螂蝦一樣，是小拳頭啊！啊，這小玩意兒太可愛了，我要重新開一個缸，把它專門養起來，然後它彈我，你敢彈我？給我彈它！我給你能耐的哥們兒，海洋之災稱號沒聽說過呀？別的海魚來我家，要麼在來的路上瑟瑟發抖，要麼在來的路上自我了斷。你上來你哐哐你幹我2下子，你去墨魚缸裡自生自滅吧，讓你體驗一下什麼叫餓虎撲食、餓狗強食、餓狼。你們讓我收集的花鳥魚蟲的最後一個空位，蟲在半個月前就到了，就是這小子，長得跟假的似的，瞅第一眼我以為標本呢。這個是世界上最大的甲蟲，叫長脊大兜蟲，又稱赫拉克勒斯，是由希臘神話中的大力神的名字來命名的。這玩意兒在很多世界級的影視作品裡面都出現過，比如下邊這個跟我同姓的海賊王路飛，他就曾經抓着過。甚至就連喬巴問他這玩意兒和大比寶哪個更好的時候，這老小子居然都猶豫了。由此可見，這玩意兒在昆蟲當中的地位有多麼高。那為啥都到了半個月了，我才發給大家看呢？主要是當時的他剛羽化成成蟲，他還不適應這個新身體，也就是說，俗稱就是他當時半身不遂。適應身體的這段時間也叫蟄伏期。那蟄伏期的甲蟲，我們需要把它用這個濕的紙巾給它全部包裹住。等到它適應了身體之後，會把這些紙撕碎，然後我們就可以正常養了。而今天就是它出蟄伏期的日子。我是有2塊板摔壞了。就這樣，我精心準備的飼養盒用不了了，我決定給它訂一個更大的，在新盒到來之前，只能委屈它了。500年，桑田滄海，萬事也長滿青苔。出事兒了，我還在這嘎達樂呢，這倆要死的烏賊開神了。突然我就聞着我旁邊有一股就是鹹魚味兒，完了我一回頭，咱就是說當時這個光景就給到了我們一個這個震驚的這種感覺。擁有着豐富死魚經驗的本人一眼就看出來，好像是藍環章魚，他身上依稀還能看出來環狀花紋呢，大小都對上了。咱家除了他沒有這麼大點的章魚。那不能啊，藍環在這個缸裡呢，缸蓋都鎖着呢，它怎麼還能瞬移出來？好像是眼粒子。哦，那它是擱這兒掉下來的？不可能啊！你們看啊，這個玻璃條子，它平時就是鎖缸用的，因為這個缸蓋後面它經常漏這麼個小縫，所以說平時這個玻璃條我就這麼一卡，這樣一來後面就沒有縫了，它怎麼可能跑出來呢？我昨天沒卡是嗎？哥，我對不起你，你放心，我指定給你厚葬了，就埋在我家院裡頭，讓你看着我每天向你懺悔。那嘎巴讓人摳不掉，是這個。哎，你們說發明鐵板魷魚那人是不是就是家裡養的章魚死地下了，然後把它搶的時候獲得的靈感？我突然反應過來一件事啊，把它埋我家院裡。那地是不是就有毒了？種出來的菜能不能也有毒啊？不行，不能買。那要是沖下水道的話，算不算投毒啊？
兄弟们吶，中招了！弱阳，现在是浑身酸疼，嗓子也破了，体温38度，所以最近几天呢更新呢，那必须坚持更新。什么事儿也没有，给你们更新视频重要，对不对？等会儿啊，不敢使劲咳嗽，我嗓子破了。我现在喂鹦鹉都戴口罩喂，怕给传染喽。我直接帮你喂得了。那不行，誰喂它记谁。哎，我刚才突然反应过来一件事儿，鹦鹉这玩意儿正常体温40来度，病毒在它体内活不了啊，好像。草率了，它俩免疫力比我强。另外，我订的长脊大兜虫超豪华大别墅终于到了，我给简单布置一下。这是个斜口果冻台，這你敢信？長得如此威武霸氣的甲蟲，居然是個果凍愛好者。每天就是趴着吃，臉處裡吃，倒立着吃，以及把果凍盒整個拿下來，然後臉處裡頭吃。我並不清楚昆蟲是否擁有夢想，如果我家這隻蟲子有，那它的夢想一定是長大要當太空人，這樣爺爺奶奶才能可高興了，給他們愛吃的狼果凍。狼，多點關心，多點愛。我不行了，我得躺下去了，渾身疼。大家一定注意身體健康，別中招了啊！今天讓我們家寵物預測一下世界盃冠軍。為了這期視頻，我特意定做了章魚保羅同款道具。我本來合計讓之前連續2次預測準確率為100%的螳螂蝦先預測，但是這小丫頭正好趕這時候蛻皮了，啥也不攻擊，那就讓她老公替她預測一下吧。淺色後背有花紋的螃蟹代表阿根廷，深色後背沒花紋的代表法國。你覺得哪個隊會贏，咱們就打哪個隊的螃蟹啊！哎，阿根廷螃蟹躲起來了。螳螂蝦果然不出意料的選擇了法國隊會贏。再讓我們章魚保羅的親戚張狗蛋來預測一下。雖然他之前的預測準確率為0%，但是我覺得這回他一定能一雪前恥。嘿，他打開了代表阿根廷的盒蓋，並且抓住了代表阿根廷的螃蟹。其實我也覺得阿根廷會贏，你沒看出來呀？你還是個懂球的章魚。來握個手，英雄所見略同。阿根廷必勝。嘿，又往我臉上噴水。沒事，阿根廷能贏就行。不一定吧，章魚預測的就沒準過。我覺得螳螂蝦預測的法國會贏。不可能，就算張狗蛋的預測準確率是拉胯了一點，但是阿根廷實力在那擺着呢。那你立個 flag， 法國贏了怎麼辦？法國要是贏了，你讓我幹啥我幹啥，行嗎？行啊，冠軍要是法國的話，你就穿這個女服裝伺候我一天，讓你幹嘛你幹嘛。行，阿根廷要是輸了，我就穿女服裝伺候你一天，說到做到。今天給你們吃個鯡魚罐頭。我之前不是立了個養死墨魚，咱們就吃鯡魚罐頭的 flag 嗎？咱們說到做到啊！你確定你要在家吃這玩意兒啊？那大冷天的我還出去拍呢，沒有那麼大味兒，你聞。你要在家吃這房子住不了人了，手機支架給你，老鐵，對不住了。有那麼大味兒嗎？這玩意兒跟我養的鯊魚拉的粑粑味兒一模一樣。我烤一下，之前不是說養死2隻墨魚生吞鯡魚罐頭嗎？我養死一個烹飪一下不過分吧？我不知道加熱粑粑是什麼味兒，但指定比這玩意兒香。我們感覺加熱完更臭了呢。撒點燒烤料，麵包片給它一夾，試試啊。其實味道啊，還不錯。這個麵包的甜吶，和這個魚的臭，它就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。大家有條件的，我建議你們也試試，其實真不錯，很好吃，可好吃了。它那個魚肉的口感就好像在冷水裡面泡了好多天，然後就這個誰家把屎潑外邊來了？不要啊！哎呀，我心裡想好給你還吃完了，趕緊吃了，趕緊走。其實味道真有不錯，我非常建議你們也試一試。8小時後，家人們吶，別試了，真湍吶，老大勁兒了。墨魚在我的精心照顧之下，那活的是非常……哎，你別走哎！露餡兒的這個吧，我可以解釋啊。你們看這倆墨魚其實活的就很好，那為什麼就它涼了呢？我給你們個完美的解釋啊，就墨魚這個玩意兒，它不像章魚愛鑽洞，那為什麼它死在了洞中呢？
首先排除是我養死的啊，大家都知道我不可能養死魚。然後根据我多年養死魚的经验，這個墨魚指定是自己進洞裡頭，完了就迷路了，然後他就在裡面來回撞啊，就給自己撞死了。真是一場精彩的推理啊！我相信在座的各位没有任何一個人持反對意見。你倆看好他啊，別閒着沒事往那個洞裡走，否則他的今天就是你們的明天。哎，我就知道我一養死墨魚，一有墨魚自殺，你倆就得樂。恭喜你倆，磨牙補鈣墨魚骨庫存加1。剛才那個加上冰箱裡這倆，你倆鳥有3個墨魚骨，你倆多闊，跑啥呀？別怕，你倆很安全。我目前為止只養死過1隻鳥。然後再說一下啊，我家這個能擬態成各種動物的擬態章魚最近是拍不了了，它就是又擬態成一個死章魚了。完了啥时候能拟态成个活的我也不太清楚，主要是这玩意儿现在买不着了，这咋又拉丝儿了呢？今天给你们来个电鳗电蛤蟆慢动作版。首先有請1號蛤蟆登場。1號蛤蟆是由我本人的親女朋友獨家非情願贊助，主要是這蛤蟆他讓我留着回來他吃。那麼在他得知此事回來以後打我的時候，希望大家能替我求求情，留我一條狗命，謝謝。好，我們現在可以看到場上的情況可謂是狹路相逢。那麼在慢動作鏡頭下電鳗電蛤蟆的一瞬間，究竟會發生什麼樣的情況？誰讓你直接吞呢？你以前不是電暈了再吃嗎？拍視頻的大哥，視頻效果全沒了，你吃完了你還打嗝？你真的，我要是不怕被你電死，我高低我進去一大嘴巴子，我踢死你。接下來有請2號蛤蟆登場。2號蛤蟆咱們還是可以看出來造型非常帥的，而且它的泳姿採用的是雙腿交替式踩水。這裡有個知識點啊，我們人類的蛙泳就是跟蛤蟆學的。咱們的蛙泳不是2條腿一起蹬嗎？那蛤蟆不是這麼游的，那是咱們學傻逼了。啊，對，泳姿的問題不重要，這期主要是看那個電鳗放電的慢動作。好，我們可以看到電鳗採用的是一個偷襲的戰術，一股殺氣由蛤蟆的踝關節流向它的半月板，然後直衝天靈蓋。警覺的蛤蟆試圖逃跑，可是電鳗在一瞬間釋放出的電流使它全身麻痹，蹬直了雙腿。接下來電鳗用了一個難度係數9.9的嘴唇子壁咚高難度動作 KO 了對手。根據電解水的原理，強大的電流在水中釋放會產生大量的氣泡，這個我是瞎說的，你們不要輕易相信，我也不知道真假啊。學識淵博的朋友可以解答一下為什麼電鳗放電會有氣泡，我也要去研究一下子。我小時候蛙泳是不是學錯了我呀？不是2腿一塊蹬嗎？我崩潰了，同志們。這我本來以為養2隻鸚鵡我就能過上那種鳥語花香的生活，結果別叫啦！叫的難聽也就算了，你倆還給我整個3D 立體環繞音效。不過有個方法能讓他們閉嘴，他倆吃聲挑，只要我這個南粉條一遞過來，那是立馬閉嘴，一聲不吭，一口不吃。敬酒不吃吃罰酒是嗎？來，我給你倆看個東西來。怎麼還搶上了呢？你倆接着堅持不吃沒事兒，我手勁指定比那大姐小，但你倆有沒有那帥哥抗揍那就說不準了，要不然試試。2022年我家一共新到了5條鯊魚，其中檸檬鯊、黑鰭鯊、狗鯊各1條，白鰭鯊2條，結果白鰭鯊全軍覆沒。而神秘又美麗的藍環章魚一共到了7隻，時至今日還剩唯一一個在缸裡存活的，還有個抱卵的不知所蹤，我也沒敢下手找。還有一個自己跑出來乾死了，嘎巴在地下，我摳半天才摳下來。過去的1年呢，飄逸而又靈動的海百合、羽毛星一共到了6隻，在我的精心照料之下呀，全軍覆沒。過去的1年呢，有3家漁場在給我發完魚之後，出現了跳閘、停電、電路損壞等問題，然後3家漁場共計損失了5個池子的魚。又賴我！這1年，我和這個長腿、人美、心善、廚藝好、手藝佳、能餵魚、愛扒蝦、身材爆炸、吃嘛嘛香、身體倍兒棒的姑娘一起度過了12個月。也希望我們可以一直這樣度過餘生的幾十年。對此我充滿了信心，畢竟它比魚扛活呀。